看看一名物理老师成为狙击手后到底有多可怕。兵训练，但作为曾经的老师，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伊万在每项科目中都显得那么的吃力，尤其是在组装枪支中，他忙活半天也未能将枪支拆解，但这一切也没有动摇他复仇的决心。体能不行，他就每天晚上加练，别人在休息时，他就不断练习组装枪支，直到他速度比任何人都快。就这样一复一日的超负荷训练，伊万也终于成为新兵中的佼佼者。直到一次部队的狙击手选拔赛中，伊万彻底征服了在场所有人。只见他蒙住双眼，教官按下计时器，从枪支分解到枪支组装，伊万仅用了18秒全部完成。伊万的表现不仅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，这一幕也被在场的上校看在眼里。他立刻将伊万调入了狙击小队，但狙击队的生活并不像伊万想象的那样简单。为了磨练他，教官在配发枪支时故意给了他一把破旧的狙击枪。面对这种不公的待遇，伊万却没有抱怨，反而更加刻苦的训练。作为一名曾经的物理老师，伊万在弹道分析以及风速感应也颇为敏感，各项指标都拿捏得非常准确。就这样，伊万迎来了第一次任务。很快，他和队长抵达了指定位置，这是他第一次实战，紧张感让他全神贯注。他的目光牢牢锁定敌方机枪手，不敢有半点放松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开火之际，一辆民用汽车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计划。伊万的手指只好离开了班机。敌方士兵拦截了汽车，并对一名女性乘客动手动脚。这一幕让伊万想起了自己的妻子，他的情绪在愤怒中爆发，扣动扳机将敌人一一击倒。这一枪，伊万完成了身份的转变，他的复仇之路也从此开始。另一边的狙击手启动了摄像机，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狙击枪的俯仰角度。为了抑制内心的紧张，他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放入嘴中，因为这样能让自己更加集中注意力。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落入敌方狙击手的视线，但他却没有任何察觉，继续匍匐前进。当他缓缓爬出沙丘时，对面的狙击手毫不迟疑地扣动了扳机。就这样，这名狙击手被敌人毫不留情的击毙。随后，他的遗体被送回营地。当伊万看到昔日的战友如今成为冰冷的尸体，心中的怒火瞬间燃起。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是要将敌方的狙击手一一铲除。不久，他们接到总部的紧急通知，敌军将派出一支狙击小队对他们进行偷袭。伊万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在敌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。他们在道路两侧布置了大量扩建地雷，并用一片树叶做了射击标记。随后隐蔽在距离道路300米的地方，静静等待目标的出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几名敌军士兵逐渐进入视野，伊万也做好了随时开枪的准备。当敌军士兵进入伏击圈时，伊万果断扣动扳机，引爆了埋藏的炸弹。爆炸声中，这批敌军士兵无一生还。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发动突袭，反抗军在基地外围挖掘了战壕。伊万和他的队友继续在附近保障战友们的后方安全。然而在这次行动中，伊万不仅违抗了军令，还不慎导致了战友的牺牲。在进行观察时，伊万通过狙击镜发现了2名敌军士兵。当他转动狙击镜仔细一看，他震惊地发现眼前的士兵正是杀害他妻子的凶手。怒火在他心中燃烧，尽管队友不断提醒他要保持冷静，一旦开枪就会暴露位置，但伊万此刻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他拉下狙击枪的保险并扣动枪栓，一发子弹呼啸而出。这个士兵被突如其来的子弹当场击毙，可这一枪也彻底暴露了他们的位置。之前击杀他队友的狙击手似乎就埋伏在这附近。就在伊万还在锁定另一名敌人的时候，殊不知这名狙击手已经将他们锁定了。紧接着一发子弹击中他的队友。
然后对伊万他们展开地毯式轰炸。好在附近干旱的水沟救了伊万一命，但他的队友却被击中了要害，当场毙命。由于自己的冲动害死了队友，看着队友的遗物，伊万感到无比的自责，并且也遭到了上级的严厉谴责。同样，伊万也无法原谅自己，于是，在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偷偷潜伏到了敌方营地外围，准备为队友报仇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敌军的王牌狙击手已经在多处位置进行了布控，就此以一敌众的狙击战就此开始。只见在草丛中、仓库里和垃圾堆的恶臭之中，这是3名顶尖狙击手之间的生死对决。此时，伊万已经成长为拥有代号白乌鸦的王牌狙击手，而对方也不甘示弱，使用的是 SSG3000狙击步枪，紧盯着前方草丛中的每一个微小动作，寻找白乌鸦的身影。在这场对峙中，双方都不敢有大的动静，但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隐藏在垃圾堆中的狙击手无法忍受那股恶臭，打算更换狙击位置。就在这时，伊万从草丛中发现了他的动向，接着一枪将其击毙。而这一枪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紧接着，躲在仓库中的神秘狙击手直接开枪，幸好这一枪只是击中伊万的胳膊，随即立刻出枪将仓库的狙击手击毙。随后，伊万从包里取出医疗包，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。等回到基地后，他又立刻投入到了下一次作战会议之中。此次行动的目标是那个不久前击杀了他们队友的王牌狙击手。根据情报，这名狙击手惯用巴雷特821狙击步枪，并配备12.8毫米穿甲弹。他们已经锁定了这位狙击手的具体位置。鉴于伊万近期的优秀表现，他被指派全权负责这次的狙击行动。同时，上级还增派了5个突击小组来负责掩护。很快，狙击小队就抵达了指定位置，而对方为了防止偷袭，也进行了严密的布控。但这样的布控还是让伊万成功摸了进去。紧接着，将2名正在吃饭的士兵击毙，同时埋伏在基地外围的狙击手也成功将看守们锁定，然后瞬间将他们全部击毙。为了不让狙击手暴露位置，机枪手在不远处的建筑进行胡乱扫射，以此来吸引敌方狙击手注意。而这时，伊万也成功击毙1名狙击手。接着便换手枪开始向基地内部推进，而此刻仅剩下的2名王牌狙击手这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于是起身准备去外面查看情况。可就在他来到3号狙击手的位置，却发现自己的队友已经被击毙，于是立刻向指挥部寻求支援。而伊万此刻已经偷摸了进来，并在敌方2号狙击手位置安装了1枚手雷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敌方王牌狙击手向总部寻求支援后，然后迅速返回自己的狙击位置。可不料就在这时，伊万直接从天而降，将狙击手一刀封喉。而此刻敌军的支援部队也马上赶到，紧接着伊万迅速架起巴雷特，直接将敌方队长击毙。其余士兵见状立刻下车建立防线，可不料他们此刻已经在狙击手的狙杀范围，结果被不远处的狙击手挨个点杀。就这样，一整支小队被全部击杀，而伊万也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。可他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喜悦，因为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过。他来到了妻子的墓前，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，而那时的幸福已经越来越远。在战火的洗礼中，伊万从一名物理老师蜕变成一名狙击手。他的故事不仅是对战争残酷的控诉，更是对和平的渴望。一颗颗子弹划破寂静，带走了敌人的生命，也带走了一个普通人的平凡。伊万的故事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战争的荒谬与残酷。每一颗子弹不仅夺走生命，更撕裂了人性的底线。真正的敌人从未是对岸的陌生人，而是人心中的仇恨与偏见。战争从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，它只能让爱与和平变得遥不可及。在这悲剧的背后，要如何用对话和包容去构建一个没有硝烟的世界吧？